你们这是什么煎饼？我有钱，我卡里有10个亿呢。谁家吃煎饼还刷卡？10个亿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找茬！住手！就是。住手！你怎么能对老人家动手呢？他吃我煎饼不给钱，不就是一煎饼吗？我给。这孩子多少钱？长得水灵又善良，不就是我那素未谋面的孙媳妇儿吗？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好闺女，我迷路了，找不到家了，能不能帮忙打电话叫我孙子来接我呀？没问题，我们上那去。副总，欢迎副总来工地视察。不要声张，我就是来视察一下工作。副总，这大热天的，您还亲自来工地视察呢？副总，您的电话。喂，奶奶。喂，哎，你奶奶在我这儿。然后，喂，糟了，该死，奶奶被绑架了！快备车，查出老太太的定位。副总，这工地车进不来。喂，快来工地！快！哎，兄弟，等一下！副总，这个借用一下，谢谢。帮一把！快点！慢点！喂，哎，奶奶，这儿没信号了。您的订单即将超时。奶奶，我这单要超时了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先一起去送外卖，然后再去送您。好。出发喽！奶奶，人贩子！奶奶，我要超时了，坐稳了，我要加速了。果然是人贩子，居然还加速！奶奶，您就在这等着我啊，我送完这单我就回来送你。好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人贩子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他不是人贩子，他还给我买好吃的呢。他还给你吃东西啊，肯定给你下药了。走，赶紧跟我去医院。哎，我不走，我要上医院。那是我找的孙媳妇儿。什么孙媳妇儿？你们得认识。那就是人贩子，赶紧走，跟我上医院。放开奶奶！走，跟我上医院。你对老人家干什么？这是我奶奶。你奶奶？我还是你大爷呢！姑娘，你回来了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好啊，原来你就是绑架我奶奶的人贩子。我绑架？凶人家小闺女做什么？好闺女，这就是我孙子。你别看他整天板着个死人脸，其实啊是个纯情处男呐。原来你还真是孙子啊！是我误会了，刚刚奶奶她迷路了，让我给您打电话，然后手机没有信号，就……这个接近我要钱的套路还挺新。闺女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他现在还是我们傅氏的。奶奶，你跟他说那么多，是嫌他要的钱太少吗？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不是，我喂，芝芝，你妈已经谈好彩礼了，赶紧去办退学手续，嫁给隔壁村的董浩生儿子。妈，董浩他可是强奸犯，你怎么能让我嫁给他呢？嫁什么人不是嫁呀？彩礼可给了30万，你可娶媳妇可就等着这钱了。妈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还有1年毕业了，不如我毕业，我挣的钱全都给个娶媳妇儿。除非你能立刻变出30万，赔钱我。与其被家里人吸血，不如找一个顺眼的嫁了。那个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来了，来要钱了。你能和我结婚吗？结婚？人不大胃口不小。辛苦了，
奶奶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行了，奶奶呀，可能活不过今天了。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孙子能娶到孙媳妇儿。哎呀，你们俩今天就去领证吧。成了。奶奶，好闺女，你嫁到我们家以后，谁敢让你受委屈？我孙子可是……奶奶，这种偷钱的女人我见多了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什么这个女人？那个是你老婆，小夏不是这种人，你接触接触就知道啦。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不许告诉她我的身份。副总，我来接你了。副总，我来接。你来接我奶奶是吧？尾号9521。对。奶奶，您先回家，别在这添乱了啊！哎，快速，赶紧送奶奶回家。你，副总？某德打车 ID 叫副总。哦，这专车服务还挺好。哦，对了，你看咱们都领证了，要不加个微信？我扫你。哎，师傅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工地搬砖的。哦，啊，我还是学生呢，我兼职送外卖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有事微信联系啊。副总，你真结婚了？枯木逢春，9521。闭嘴！赶紧再给我找个车，跟上他。哎，走嘞，派辆车。我都要看看他是什么来路。30万，30万！哎呦，30万！我的彩礼全有了。那就什么都不缺了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对呀，是啊，爸，这30万准备怎么花呀？放心吧，妹妹。哎呀，志夏，你这可算回来了。你的东西妈都帮你收拾好了，今晚呀就去董浩家。爸妈，你们真同意了？什么话这是？你的婚事只能爸做主。妹妹啊，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呐！30万呢，你哥的老婆本有着落了。你嫁了，我娶了，爸妈多省心呐！我不嫁，要嫁你们家。我已经领证了。什么？他就住这里吗？你这个赔钱货，谁让你把自己嫁了的？爸，30万我已经拿了，不能给回去了。哼，今晚把他送到董浩床上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不嫁也得嫁。对，我才不嫁！去哪儿？还想跑？长本事了！反了天了你！赖住他！别想跑！哎，快你还想跑？他们家又吵起来了。他们家也太重男轻女了，是啊，居然为了30万把知县卖给强奸犯董浩，那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啊！打你死你！知道养你这么多年花了多少钱？造反啊你！老给我老实点！救救我！走吧，赔钱货！住嘴！30万钱我都拿了，想跑？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！要私闯我家！谁啊？放开我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这位是富氏集团的总裁啊！这位是富氏集团的包工头。包工头？包工头？我是富氏集团的包工头。我管你是谁啊！这是我家，还不快滚！我是她老公。老公？你就嫁了这么个玩意儿啊！你就找到这么个死穷鬼啊！你这个赔钱货！你这个要钱的贱人！你还不如出去卖！就是啊！一个破包工头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？不要你30万彩礼吧！你知道养你这么多年，你这不像你！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，我带你走。一个人自转的寂寞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一个都别放过！是，走！谁跟你们走的？你们干嘛？你没事吧？没什么，不过是从来没有人为我出过头，今天还是要谢谢你的。应该的，我是你老公。你点亮我的爱 Forever shine
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应付奶奶才跟我结婚的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。是，我怎么会突然承认是她老公？这女人果然手段了得。哦，对了，刚刚那些保镖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们是保安。对，看见出事了就过来帮忙了。我家这破小区竟招了这么多保安？快上车吧。你还有这么好的车？这车是代驾是吧？这有什么好难以启齿的？你看你白天搬砖，晚上还兼职代驾，很勤劳，很厉害的。想不到你还这么上进。他好像真的不一样，但他突然出现，难保不是令我所图。是代驾。我代驾开到附近，没想到听见你在求救。啊，那还挺巧呢。哦，对了，你送我去学校宿舍吧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，你如果没地方住，明天就搬过来吧。对，我肯定不是可怜他，只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别的心思而已。之夏，你真结婚了？这男的长得是挺帅，毕业了吗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工地搬砖的。哦，兼职代驾。你在开玩笑吧，姐妹？不是，听姐一句劝，他虽然是很帅，但你不能嫁个没保障的呀，他拿什么养你啊？好姐妹，你就别替我担心了，我们就是各取所需吧。他奶奶逼婚，我呢也是被逼无奈。你家也真是，唉，不说了。不过你老公我看着还挺眼熟，感觉刚刚从哪儿见过。你呀，你看哪个帅哥不眼熟啊？别说我了，快过来坐。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情况？我能有什么情况？这是你租的房子？怎么，嫌弃了？看，狐狸尾巴要露出来了。这可是市区的学区房，买一套要好几千万呢。不行不行，咱不租了。哎，这房子是我老板的，他现在出国了，让我帮他打理房子，给我免费住，不花钱。哎，小王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们楼上那户房子被人5000万买下来了，5000万，连夜举家搬走了。哎呦，这是哪个冤大头啊？咱们这儿啊，顶多值个3000万。就是啊，那2000万干嘛不好？对啊，除非那个不靠谱的。哇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不愧是有钱人的家。哎，这个花瓶好好看啊！乾隆？乾隆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古董？假的，绝对是假的。哦，那这幅梵高的画也是假的。我老板就爱收藏赝品。哦，这有钱人的喜好还挺特别。副总，我们下午要去985院校参加招聘活动，您别忘了。好。下午富士集团要来我们学校招聘俄语翻译实习生，你别忘了。嗯，好。哎，那个忍不住想靠近点，扑进你的心里你先说。我工地上有点事，我得先去一趟。哦，我也要去趟学校的。欢迎大家来到2025年海城大学招聘会。下面有请富士集团总裁上台发言，大家掌声欢迎。
各位，我是富士集团的陈飞。副总刚才有紧急会议，所以今天由我来代为观摩本次招聘。这不是那个滴滴司机吗？他居然入职副使了，真厉害啊！点亮未来，青春正燃。我们富士呢非常重视这次招聘。他怎么来了？我去！好，那么接下来有请第一位求职者苏之夏上台，白一家做准备。贫困生，就算你一直是年级第一又怎么样？穷人是不配进复试的。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爸是复试的股东，早就拿到了名额。我会凭我的实力拿到这次实习生的名额。你实习生罢了，我的目标可是当上副总夫人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уважаемые члены комиссии. Я Сучися. Обладаю сертификатом уровня КАТ второго уровня по письменному переводу и сдавшим экзамен на уровень в 1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. 苏小姐还是俄语专业第1名，可我们这次招聘只有2个名额，您看。Участвовала в волонтерской службе на китайско-российском молодежном форуме по инновациям. 明白。是你啊，贫困生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实习结束后，复试只留1个人，而我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。我劝你实习结束后，趁早想想去哪里捡破烂吧。谁家马桶盖没盖啊？好臭啊！哪里有什么臭味啊？你骂我嘴臭？我可没说啊。经理。这不是白董事的千金吗？您也是实习生啊？来喝水。吴经理啊，这办公室乌烟瘴气的，我可不想跟什么阿猫阿狗共事。对，您说的对。潇潇，经理，翻译组以后有什么重要的项目，都带上一家跟着学习。白董事家的，照顾好了，有你好处。是。好，一家，你跟我来。哎，吴经理，那我呢？你先倒杯水来我办公室。不是吧？刚开始实习就碰上关系户了，算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加油干吧！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，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，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，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我代驾开得好，所以公司的老板聘请我为私人司机。那还挺好的。那不是这个男的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算了，一个司机而已。哼，苏之夏，你不会是巴结不了吴经理，跟这个司机好上了吧？你知道这些打印文件有多重要吗？还有心思勾引男人。这是我老公，关你什么事儿？长得不怎么样，管的倒是挺宽。为什么他说我是他老公的时候，心跳的那么快？哼，本小姐不跟你计较，
找了个司机当老公，这辈子就已经完了。不像我，可是要当副总夫人的。这种居心叵测的人，到底是谁招进来的？幻想症没救了。复试只留一个实习生，我爸也做不了主，得趁早把他挤走，我才可以安枕无忧。总监，怎么了，李佳？总监，苏之夏根本就不是来实习的，他连打印个文件都毛手毛脚的，还在公司优惠他的司机老公，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留在复试。总裁，总裁，嘘，什么总裁？哎呀，总监，总裁今天没有行程在公司，你汇报工作找我说就行。这不，哎，陈特助，你来的正好。苏之夏浑水摸鱼，还在公司跟最低等的司机幽会，行为恶劣，你必须把他们两个都开除。大姐，你没事儿吧？要我把总裁和夫人给开除？不许你诋毁我老公！工作不分高低贵贱，司机怎么了？总比某些人靠走后门进入公司强多了吧？老公，这是总裁夫人，所以我差点坏了总裁的事。谁走后门？你少血口喷人！闭嘴！闹够了没有？还不快回去工作！是。要不是为了接近副总，我才忍不下这口气。给我等着！也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他了，跟条疯狗似的。有些人啊，生来就是斗鸡状态。你快去忙吧，我还要到楼下打印资料呢。好。拜拜。我害怕视线回头走回忆，差一点，因为你本是自由的流星，你从我的世界路过。哎，最近别暴露总裁身份，明白吗？哎呀，我懂。这次实习生的工作是谁安排的？是吴经理，看人下菜碟，给夫人给苏小姐安排了一些杂活。好啊，复试不留拜高踩低之人。不许你诋毁我老公！司机怎么了？工作不分高低贵贱。你回来了，洗洗手来吃饭吧。你作为一个大学生，嫁给我一个司机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不委屈，虽然我们是各取所需，但如果真的和你结婚的话，应该也不错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努力赚钱养家，应该是个还不错的老公。吃饭吧。他和别的女人好像还真的不一样。快尝尝这个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走。啊，苏之夏，这里是我租的房子。那你睡主卧，我去睡客卧。嘘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夏，我没有地方睡觉了。哎呀！不能出去！哎呀！不能出去！您下来吧。我不睡，这儿没有孙媳妇儿，我不睡。奶奶，你别闹了，你赶紧回去啊！哎呦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奶奶呢？她那么可怜。没事，奶奶，你今晚呀就住在我们这儿，我就住在您隔壁，您踏实睡着。有什么事儿啊，您就敲门就好。哎，这里就2个房间，奶奶住这儿，那我们……哦，不行不行，奶奶，那老太婆我先睡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！不是，奶奶，早点休息吧。还是我聪明，不然等明年也抱不上曾孙呐。你把奶奶留下来，是想跟我一起睡吗？谁要跟你一起睡？我就睡沙发。你个臭流氓！措手不及，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，心跳加速，有时候呼吸也暂停，身体。你怎么那么用力啊？就不能轻点吗？我很快就能抱上大子孙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吴经理被陈特助通知炒鱿鱼了。真的假的？听说他早上还被副总骂了一顿，说不会当领导就滚蛋。吴经理，苏小姐，我为我的行为道歉，我不该捧高踩低，区别对待，对不起，希望你原谅我。我原谅您了，吴经理，你赶紧起来，你以后别再区别对待就行啊。好，原谅我就好。不原谅我就真完了，被副食封杀，可就真的别想找到什么好工作了。哼，这就被炒鱿鱼了，真是个废物。这副总还挺仗义的，居然为了我这样的实习生伸张正义，真是个好人。昨天刚来的2名实习生，跟我来一下会议室。好。吴经理已经离职了，我是你们的新主管，你们准备一下新项目的资料，后天开会。是我们分开准备吗？对，我们将根据你们的表现投票决定谁来负责这个新项目，好好把握机会。好，爸可是说了，这个项目如果做好了，就能认识副总，绝对不能让他在会议上出风头。志夏，我先走啦。好，先走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公司福利加班餐。哇，谢谢陈特助。也太香了吧！哎，苏小姐也太努力了，不愧是专业第1名，是吧，副总？副总，你脸怎么红了？没事吧？我脸红了吗？记得把加班餐写在公司福利里。大功告成了。哎，志夏，你搞定了，咱们一起去吃午饭吗？好啊，去吃什么？楼下有家快餐超好吃。好。待会儿我看你怎么办。
之夏，开始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这都做了没做呀？我文件呢？苏之夏，你该不会是没做吧？不行就滚下去，别浪费我们时间。就滚下去。好了，实在不行，一家先上去吧。真是没用，能力不行就别待在我们复试，还不是得我来给你擦屁股？什么？你怎么还有？聪明人都知道辈分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可恶，明明就差一点就可以让他滚出公司了。本次和俄企开展的这个项目呢，我打算是从这几点出发：全面的风险评估与应对措施。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，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。明明知道城市容易受伤，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那么我就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怎么办？我的和他根本没法比。我的文件就是你删的吧？要是再有下次，我不介意把监控录像给总裁看。你给我等着！我将从以下方面，来进行介绍。根本没做准备吧？首先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本企业的战略结构和。副总，刚才的会议直播，您看您有人选了吗？你认为呢？他们俩谁更有资格？就演讲经验和商务俄语熟悉程度来说，我认为苏之夏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有眼光。一个项目翻译，副总居然要求我悄悄开直播，不对劲。之夏。怎么了，秀姐？人选决定是你了，下周一回来和俄企那边谈项目，别让我们失望哦。放心吧，秀姐，我肯定会好好准备的。恭喜啊，之夏！恭喜，要加油啊，之夏！谢谢大家，都是多亏了大家愿意教我。哎，要不我请你们喝奶茶吧？哎，好啊，好呀。照这样下去，我实习结束还有什么资格留在复试？让我来挑选。我的行，我不喝奶，我得想办法扳倒他。喂，特大好消息，听不听？什么好消息？我被选上做这次俄企项目的翻译官了，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夫人，你可是总裁亲自定的人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夫人还真是很纯很天真啊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带奶奶去大吃一顿，好好高兴一下。你怎么不带我？喂，这丫头，现在奶奶在她心里的地位都比我高了。奶奶，我被选上当这次项目的翻译了，这么厉害呀！啊，哎，我带你下馆子，好好高兴一下。哎，走，奶奶带你去买几件新衣服。不用的，奶奶。哇，奶奶，这家店看着就很贵，我们走吧，换一家。买，都拿我孙媳妇的码数给她穿。好，不用的，不用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贫困生也敢来这种地方消费，真是够不要脸的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小夏穿好看。哎呀，18.8万，一条裙子18.8万，知道了吧？穷光蛋，买不起就滚蛋！你们这种人待在这种地方，高级的空气都被你们污染的无法呼吸了。哼，算了，他确实是很有钱，我买不起的。奶奶，这条裙子太贵了，我们算了啊。哎，裙子好看。奶奶，我们换一家吧，别家也有这种小裙子的。不走，不走，奶奶有钱，我有10个亿，我有10个亿。
奶奶的老年痴呆不会又犯了吧？奶奶，我们去逛别家吧，别家也有这样的小裙子啊。副总，商场本月的销售额核对完了，您还有什么安排吗？再看看吧，考察一下商场各方面的卫生和环境。这种几十亿的小商场，哪里需要您亲自考察？分明是知道夫人在商场，想去看看而已。小夏，我真的有10个亿，我给你买裙子啊！死老太婆，你发瘟啊！10个亿，来，你刷卡给我看看，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刷卡。消费成功。什么？刷卡成功。什么？这 POS 机是坏了吗？假的吧？这个死老太婆怎么可能这么有钱？来人，再给我检查一下。小夏，我都说了，奶奶有钱。欢迎光临。奶奶，你们都买什么了？这家店的 POS 机好像坏了，奶奶刚刚刷走了18.8万。我还以为是谁来了，原来是你那个穷鬼司机老公呀！再敢说我老公和奶奶一下试试！穷鬼就是穷鬼，我骂你们怎么了？来人，把你们店长给我叫过来！我就不信这一家子穷鬼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衣服。副总，副总这是不想暴露身份。你就是店长呀？你给我好好看看，你家的刷卡机是不是坏了？这个穷鬼老太婆怎么能买得起18万的衣服？那不是副总的奶奶吗？怎么可能是穷鬼？我们的 POS 机没有坏，这位奶奶是我们店的第1万个客人，全场消费免单。天哪，奶奶，我们也太幸运了吧！你简直就是我的幸运星！这些人凭什么那么好？这位小姐，我们店不招待没有素质的客人，你凭什么辱骂我们的顾客？请你出去。我？放开！我自己会走。作为我们的幸运客人，本店将赠送您此套服饰的一系列首饰和配件。您对我们的惊喜活动还满意吗？不满意的话，还可以再调整的。满意，太满意了！哎呀，奶奶，早知道刚刚挑个更贵的了。这点算什么？整个华夏百货都是副总的。这位小姐，请跟我来吧。奶奶，我去试一下衣服啊。去吧，去吧。奶奶，您不是说不暴露身份吗？我这不是没暴露，我又没跟小夏说，花点零碎钱而已。麻烦您下一次要买东西的时候，别让他看到价格，好吗？好嘞，下次我呀撕了吊牌，直接拿下。奶奶，小夏好漂亮啊！啊，不愧是我挑的孙媳妇儿啊！哎呀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吗？老公，还不错。你都没看我。小夏，那臭小子就是嘴硬，他现在觉着你都美翻了，不敢看你。奶奶，你少乱说话。要不我还是去换回来吧。不用了，就穿这个回去吧，很美。啊，奶奶呢？奶奶前2天家里水管爆了，现在修好了，就回去了。
哦，过来，怎么了？坐。嗯？哇，这高跟鞋真漂亮！我还从来没穿过高跟鞋呢。好看，小夏眼光不错，快试试。算了，奶奶，也没有那么好看。我们走吧。你怎么把它买下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我猜的，没想到你真喜欢。怎么了？是不合脚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家人给我买过礼物，我很高兴。家人？是的，他那几个吸血鬼家人，自从他上高中就自己兼职，他们1分钱都没给过他，怎么会送他礼物？哎，我忘了，这个好像10万块呢。不行，赶紧脱下来退回去吧。不用退，难道一双鞋我还送不起了吗？况且整个百货商场都是我们的。整个百货商场，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他真相，他恐怕接受不了吧。整个百货商场都是一些时尚的东西，在它外面就有很多小摊卖高仿。这双鞋只要100块。100块？你能买到这么真的？那还挺划算的。你好厉害啊！就像一朵情万月，让星光洒落点亮街小，爱写在脸上，嘴唇在撒谎。对不起啊，第一次穿高跟鞋，我谢谢你送我的礼物，我会好好练习的。他推开我，什么意思？嫌弃我？你去哪儿？奶奶既然已经回家了，那就按之前说好的，我去客卧睡。好啊，刚刚推开我，现在又要分房睡，不喜欢我行啊，我也没有很喜欢你啊。你留下，我去客房睡。他怎么莫名其妙就生气了？我也没招惹他呀。也是，本来就是各取所需罢了。他不喜欢我也很正常，说不定哪天就离婚了。哎呀，床怎么这么硬啊？烦死了！现在这苏之夏在主卧一定睡得很香吧？睡得跟个八爪鱼一样。我还没说他占我便宜，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难道之夏讨厌我？副总，啊？哎呦，副总，你昨晚是不是做贼去了？黑眼圈这么老的。
您昨晚做贼去了吧？黑眼圈怎么这么老大？我应该是病了。病了？哎，我认识您这么多年，还没见您病过啊！这可不得了，我得给您私人医生打个电话。您是哪里不舒服？昨天吧，我觉得我的心跳很快，心律不齐。副总心律不齐，整晚上睡不着觉，还失眠，总能想到一个人。你说，我这是不是后天心脏病？副总，抛开心脏病不谈，你想到的是苏小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没事了，副总，您确实是病了。医生说什么病？严重吗？您坠入爱河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我爱上他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是谁啊？我负责言副总，我能爱上他？我去，搞笑你！志向呢？他肯定也没睡好。他是不是现在还没来公司？副总，苏小姐一早就过来了，还准备了项目会议，好像只有您自己没睡好。你还真把那套衣服穿了撞明月啊？是啊，我运气好，不像某些人天天想着当副总夫人，连副总的面都没见过。你们还在聊什么？纳塔集团的会议明天就开始了，赶紧准备。你给我等着。Эта программа в основ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недавние рыночные ситуации. Стороны тесно сотрудничают. Это мой план на этот раз. Мне нравится. 是挺不错的。明白。真挺不错的。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было приятным. Перевел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о. Надеюсь, что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ем ужине смогут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и члены переводческой группы. 老板今天很开心，觉得苏小姐翻译的表现力很好。她说希望今晚的聚餐，翻译组成员也一起来。好，劳烦您跟她说，我们会到的。看来这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这都6点半了，志夏也该回家了，不应该叫我回家吃饭吗？有事？那个，我今天谈的项目成功签约了，我们一起去聚餐，就不回去吃了，你自己随便吃点吧。什么？啊，先不说了，你拜拜。喂，他们去哪聚餐了？我也要去。恋爱脑的总裁和事业脑的总裁夫人，哎呀！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，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合作。合作愉快，Мне нравится. 干杯！他今天讲的真不错，他成了这道菜。是啊，上次教我那道小豆腐用，我下次也试试。继续合作。哎，您好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您帮我把这杯橙汁给那位小姐。啊，好。肖小姐，我头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去趟洗手间啊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待会儿让公司的人看到你在公共场合发情，你还有什么脸在公司待下去呢？怎么了，美女？你看那儿，那儿有个美女饥渴了，在找男人呢。
哎，妹妹，怎么了？妹妹需要帮忙吗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他妈谁呀？坏坏老子好事儿！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睁开你的眼睛，看看我到底是谁！副总，滚！别再让我看见！你怎么样？老公，你好帅呀！那昨天晚上还跟我分房睡？我没有跟你分房睡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我怎么舍得不要你？好热。不对，他被人下药了。真的假的？你确定看到的是苏之夏吗？千真万确的，主管，我亲眼看见他在前面傍大款。他在我们学校可是贫困生，可是他今天穿的裙子可是值10几万，肯定是租来装名媛，趁着公司酒会来傍大款，好为自己捞钱啊！天哪，没有想到他居然是这么虚荣的人。他为了钱都能出卖自己，说不定哪天就出卖公司机密呢。如果是真的，必须开除他。他人呢？在哪儿呢？在那儿。啊，副总！啊，副总！那个不近女色的副总抱着一个女人吗？副总在哪儿呢？主管，你看错了吧？副总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啊，吓我一跳，哪有人啊？而且之夏也不在这儿啊。怎么可能？他……可恶！那个猪头男那么快就把他带走了吗？一佳，会不会你眼花看错了？就是你肯定是眼花了。之夏这么单纯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么水性杨花呢？走吧，走吧，别浪费时间，我们去喝酒。走。啊！该死，就差一点儿，贱人！再坚持一下，医生马上就到。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傅泽言，你是我老公。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？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不行，我不能趁人之危。现在是我在趁人之危。这胸肌不得不说，路边捡个便宜老公，身材还怪好的。等等，他怎么睡在我的床上？我昨晚都干了什么？刚睡完我就打算走啊？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。200块钱，他是把我当鸭了，还是最便宜的那种？苏之夏，平时这个点儿你不都回去跟你老公吃饭了吗？怎么今天有空陪我吃路边摊了？这个东西我该怎么说呢？都是因为
我昨天晚上，昨晚，你终于得吃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了。帅吗？身材好吗？你还笑？谁啊？奶奶来电话了。切，我听听。喂，奶奶，小夏，怎么还没回家呀？你老公都等你等成忘妻石了。奶奶啊，奶奶给你炖了汤，今晚快回来哦，我等你回家。我的好闺蜜啊，睡了别人是要负责的，咱可不能当渣女啊！快回家睡觉吧，拜拜，晚安。苏之夏，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吗？苏之夏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你还知道回来呢？就那么不想跟我发生关系吗？我闺蜜想我了，我陪她在外面多待几天。你俩一人喝一大碗啊！这东西好得很，男人又行，才能让女人爱上。奶奶，我不喝。喝。奶奶，要不您先回房间睡觉吧，我看着您回去。你俩睡吧。我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会，我发誓，我真不是自愿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我强迫你的？不是，哎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再跟你发生那种事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你发生那种事了。好的，终于承认你不想和我发生关系了。行，我也一样。原来他真的在怪我那天晚上。怎么了，盼盼？怎么了，盼盼？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快擦擦。还不是副总，他对人家那么凶，还说人家写的策划狗屁不懂。这都是今天第5个被总裁骂出来的人了。哟，早上好啊！陈特助，你能不能好好管管你家男人？我家男人？你们这2天别招惹副总，他不知道为什么火气大着呢。走，都散了吧。走吧。我总不能说罪魁祸首是夫人吧？这个副总真是怪脾气，可能姓傅的都这样，和傅子言一样，莫名其妙就心情不好。谁骂我？对了，你去查一下那天晚上有谁接触过之夏的杯子。是，副总。昨晚上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肯定是我的汤料放太少了。今天放的足足的，哎呀，得让他们赶紧生个娃。听说副总今天在公司，我得制造点偶遇。
我也让他俩感情深深。你是个你这老太婆走路不看路呢吗？哎呦，我熬了2个小时的汤啊！抱歉啊，姑娘，你走得太快了，我也没瞧见。别拿你的脏手碰我！对不起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不是苏之夏的奶奶吗？是你啊，死老太婆！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哎呦，奶奶，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幸亏你来了，小夏。你干嘛推我奶奶？是这个老太婆故意把汤泼了我一身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奶奶没事了，对不起，我奶奶不小心弄脏你衣服，我们会赔给你钱的。哼，就你们这些穷鬼，这套衣服你们赔不起。你说个数吧，我们1分都不会差。这套衣服12万，你没个2、3年都还不起的。才12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哼，哎呦，才12万，你知道12万多少钱吗？你这个老太婆脑子有问题吧？白一家，钱我们1分都不会差，你再敢骂我奶奶一句试试？哼，好，先不说你们赔不起，我也不差这些钱，也别说我欺负穷人。这样吧，只要你们跪下给我道歉，我就不让你赔钱了，怎么样？别欺人太甚！副总，我派人去酒店查了，是白一家给苏小姐的果汁下药，让服务生端进去的。我还在公司找到了监控，之前他就把苏小姐准备的会议资料删除了，想陷害苏小姐。是他，之前还在我和老婆面前扬言要当副总夫人，这人先留着。他爸不是我们股东吗？况且他爸在子公司可没少干偷税漏税的事儿。等我们集齐全部证据，一锅端。副总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干嘛呢？怎么不敲个门就进来？副总，夫人和白一家在外面吵起来了。什么？跪下呀！只要你们跪下道歉，这事儿就算了，怎么样？只要苏之夏在公司下跪，他也没脸待下去。最后留下来的实习生一定是我。跪什么跪？区区12万，还不配让我孙女下跪？提钱是吧？那行，我这身衣服还100万呢，比你的贵多了。你先赔给我吧。奶奶是在保护我。我就说你这老太婆脑子有问题。你这件衣服要是100多万，那我就是副总夫人。就你还副总夫人，副总瞎了眼都不会瞧上你。保安呢？保安呢？把这个死老太婆给我赶出去！把我赶出去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开除你？死老太婆，你还想开除我？你算哪根葱啊？我看你们是穷疯了，想发财吧？谁允许你这么骂我老婆和奶奶的？有你这个司机说话的份儿吗？以为自己是副总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一个破司机还在这里装蒜！你给我闭嘴！你个蠢货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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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我教你无方，让这个逆女如此骄纵。
真是太不懂事儿了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我这就回去狠狠教育他。快走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可是，那不是公司的白股东吗？他怎么还给你道上歉了？难不成你是公司总裁？好孙媳，你终于发现了，他就是傅氏的总裁。如果他知道哎呀，会是什么反应啊？没错，我就是。没错，我就是。怎么可能？你是公司总裁？你还不信？那你说，刚刚白股东为什么给我道歉？人家白股东明事理，懂礼貌，他教育自己女儿啊。我们回家吧，奶奶。所以白股东可以懂礼貌，我就不能是公司总裁了？哎呀，爸，你凭什么当着那么多人面打我？你知道你惹到谁了吗？不就几个破落户和司机吗？司机？那就是副总。什么？副总？你个白痴！我让你去接近他，没让你羞辱他。明天立马去给副总道歉。所以副总是隐瞒了身份，因为他老婆。凭什么苏之夏可以嫁得那么好？明明只是个死穷鬼，副总应该是我的。这块地可以考虑盘下来，你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喂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你回来吃饭，我给你做了一桌好吃的，你今晚就别去讨代驾了啊。好，那我就尽快回去。副总，你这嘴角根本压不住啊！我看你是真爱上苏小姐了。是时候找个机会和她坦白我的身份了。副总，昨天还有之前的事，都是我的不好，我太笨了，不知道您就是副总。副总，我知道您今晚有酒局，所以亲手熬了解酒汤来赔礼道歉的。今晚副总就是我的了。副总，副总是不计较了。副总，我以后可以天天给您煲汤的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什么都可以。来，这碗汤请他喝。好嘞。什么？这不太好吧？我也没喝酒。送她回白家。来人，把这位小姐送回家。是。放开我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副总正恋爱脑呢，哪来的勇气来勾引？陈飞，你说之夏喜欢我吗？他如果知道我中药了，会不会过来找我？副总，这大可不，必打给他啊！喂，哪位啊？喂，之夏，你老公今晚酒局替我挡酒，没想到被疯狂下药了，你快来啊！快把电话发给我。负责人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我好热，你快亲亲我。你以为你是总裁特助？
你就让她老公替你挡酒吗？我她都被人下药了。总裁自己要喝的。我好热，老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帮我把他送上车呀！负责人，这是我能看的吗？你不想跟我亲，那你是想跟别人亲吗？谁说我要跟别人亲了？你就是不愿意。我明明工作那么辛苦，替陈特助打那么多球，就想着多赚点钱好让你开心，可是你居然嫌弃我。那你总不能当着外人的面吧？我不应该在车里，我应该在车底。老婆，都是因为他，要不然我不能喝这么多酒，害我中药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不委屈啊。总裁，你可太绿茶了，我都听到了，我2只耳朵都听到了，不会明天要把我开除灭口吧？没事吧？老婆，我好热呀，你身上好凉，好舒服。你先松开，我去帮你叫医生啊。你不是能帮我吗？还是得叫医生，万一这药太猛，你出事了怎么办？你中药的时候我都帮你了。睡都睡过了，再睡一次又能怎么样？想要吗？They wanna make me their queen. Imagine old man sitting on the throne and saying that I probably shouldn't be so mean. 怎么下个床都这么笨？还不是因为你昨晚……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早餐我做好了，出来吃点。还知道体贴人。我们2个人吃这么多啊？昨天晚上辛苦你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也不知道什么药这么猛，要那么多次。到底是哪个富婆给你下药啊？我要让她知道，勾引别人家老公有什么后果。等我们下次遇到他，我就套个麻袋，给他打一顿。那不行，打他我们惹不起，要文明礼貌啊。也是时候和他坦白我的身份了。如果说我是一个富豪，你能接受吗？如果说我是一个富豪，你能接受吗？那我可太开心了，我巴不得你一夜暴富。
其实我就是……哦，对了，要是有人欺骗我的话，我不太能接受。你刚刚要说什么？没事，忘了。赶快吃饭吧，少在那做白日梦了，一会儿还要上班呢。今天是3年1度的国际行业交流会报名，不过我这种实习生还没资格参与。吩咐一下，交流会名额给之下留一个。我没听错吧？副总，你也会给人开后门啊？我看你是真爱上夫人啊！都是。国际行业交流大会，咱们公司有5个名额，现在已定好人选，就发大家邮箱里了。我也能去吗？总监，怎么连苏之夏这种实习生都有名额？他肯定是走后门了吧？就是呀，机会难得，怎么能允许有人走后门呢？各位前辈资历那么高都去不了，也太不公平了吧？就是啊，他不过就是个实习生，该不会是爬上哪个大人物的床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没错，这一次确实是有人走后门的。是谁啊？是一家。那确实比不过，谁叫人家有个股东爹呢？好了，大家都别吵，快去工作吧。走吧。都怪这贱人，我才会惹副总不开心。他好像还不清楚副总的身份吧？之下那边，副总放心，这种内厅只有总裁、股东级别的人才能进来，夫人在外厅呢。你说我该怎么跟他说我的真实身份呢？副总，据我观察呀，夫人是真心对你的，而且不图钱。这种什么都不图女人，一旦发现被欺骗，是啊，哇，看看这个，这就是行业顶级交流会啊，太厉害了吧！这次啊，这只是外庭，总裁级别的人物在内庭，那才叫厉害了呢。看来副总是在内厅里面了，一定要想个办法让他知道副总的真实身份。秀姐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去趟卫生间，你们先去交流会吧。行，那你先去吧，待会来找我们。爸，东西带来了吗？给，这是能够进入内厅的胸牌，不过你要它干什么？哎呀，爸，女儿想见见世面嘛。你呀，别再去招惹副总一家了，听见了吗？否则爸也保不了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苏之夏，你们感情不是很好吗？如果让你知道自己的枕边人在骗你，会怎么样？可以送货的。对呀，这展会可真舍得，几百块钱的烟，人手一包。这个烟要好几百一包呢。是啊，你家男人如果要抽烟，应该知道这是最好抽的烟。哎，你好，能帮我也拿一包吗？我想拿回家给我老公抽。当然可以。哇，你对你老公可真好啊！我要是有这么好的老婆就好了。谢谢，客气。他对我也挺好的。给我也喝。跟我走。陈特助让你去内场当一下翻译，你拿着这个胸牌进去吧。陈特助，他怎么会在啊？不是只有5个名额吗？你自己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啊？陈特助跟着总裁哪里都能去。是了，内厅才是商界大佬们在的地方。快走吧，我又不能吃了你。
再说了，你不去，耽误了公司的事情，承担得起。走吧。好，下面有请副市总裁副总给我们带来发言。真的是陈特助叫我去的吗？他叫我翻译什么呀？我怎么能知道？你进去不就知道了吗？再说那场那么多人，我又吃不了你。以上就是我对未来3年经济生活的总结。感谢富士集团副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。感谢富士集团副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富士集团副总，总裁，嫁给一个司机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副总，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富豪，你能接受吗？所以他根本不是什么包工头，不是什么代驾司机，他一直都在骗我。之夏，我傅泽言，你就是富士集团的总裁啊，对吗？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吗？这副总可是每年荣登财经榜的首位的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孤陋寡闻，副总。之夏，你放开我！傅泽言，你把我耍得团团转，很有意思是吗？不是这样，之夏。什么不是？展会上发的，他们说很贵，我就厚着脸皮拿了一包，想着回家拿给你抽。我多傻呀！你是傅泽言，副总，你什么烟没抽过啊？你想要什么没有？之夏，不是这样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不就是怕我知道你很有钱，冲着你的钱去的吗？我们离婚吧。我净身出户。所有女人都是希望从我这里拿到东西，她连在工作都在想着我，只有她是想着给我带东西的。我到底都对她做了些什么？副总，夫人跑了可咋整啊？跑了就追，反正我不同意离婚。那你和他离婚之后，岂不是又要回到你那个家里了？一家的吸血鬼，不让你上学，还想把你卖了换彩礼，还想跑啊？你跑得了吗？你就必须得嫁啊！你们谁啊？救不了你！敢闯我家，敢擅闯我家！你谁啊？哎，干什么你们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大渣男，我以为他是救我出深渊的那个人，没想到连他也骗我。对不起。美女，你闻起来好香啊！想看看这个？滚开！我警告你啊，我闺蜜已经结婚了。美女这份上心嘛，跟你老公不是跟我啊？谁要跟你？她老公可是副市总裁。我呸！小妮子，别给我闪开！她老公要是副市总裁，我倒立10尺。美女，走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好个不挡道！滚！沈飞，送他去执行他的诺言。好嘞，副总。就是你这个死渣男欺负我闺蜜，有2个臭钱了不起吗？他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。这里有500万，之前是我对不起他，这是我的诚意，我会弥补的。他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但我是啊，照顾好他。好龟龟，对不起了，你男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傅泽言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
对不起。醒了，喝了酒还这么大劲儿，属牛的吗？渣男，不就是怕我知道你有钱吗？好啊，那就离婚，明天就去民政局。苏志祥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喂，孙子。奶奶，他要跟我离婚。醒了。渣男，不就是怕我知道你有钱吗？好啊，那就离婚，明天就去民政局。我昨晚不是在跟可云吃烧烤吗？哎呀，好龟龟，对不起啦，你男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好你个孟可云，居然被收买了，还敢带我回来！我现在就带他去民政局签字离婚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夏饿不饿？奶奶给你做早饭了。我的家人都没有给我做过早餐，只有奶奶还是爱我的。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伤奶奶的心。还好喊了奶奶过来。多吃点。我受不起副总这样的照顾。奶奶，我知道错了。现在知夏他知道真相，他想离开我。奶奶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知夏。哎呀，这个臭小是应该给点教训才是。小夏，吃饱了没有啊？吃饱了，跟奶奶回去，不要这个臭渣男。既然欺负你，就别当他媳妇儿。奶奶，你不是来帮我的吗？当奶奶的孙女儿。真的吗？好啊，我们走。垃圾，不要了！哼！奶奶，你怎么还拆散我们呢？欢迎少奶奶。我不是，你们别这么叫我。喊什么少奶奶？那臭小子不配！从现在开始，小夏是我认的孙女儿，喊大小姐。大小姐，等着啊！奶奶，这是什么？珠宝，是奶奶给你买的。只要小夏想要的，奶奶都能满足你。今晚奶奶还能带你去蹦迪、电男模。奶奶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哦，不哭不哭啊！奶奶都知道了，是她配不上你。那你还对我这么好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是我孙女儿了，不管你们离不离婚，我都是你奶奶。奶奶，傻姑娘，给那臭小子一点时间，他会学会怎么爱一个人的。
副总查到了，交流会那天，白一家用他父亲的胸牌把夫人叫进内厅的。正好查到白东升在子公司偷税漏税的行为，还没有时间处理，没想到他先自己撞上来了，把他们给我叫进来。你也被叫来了，是不是已经拿下副总了？我已经让他们两个闹掰要离婚了。等之后副总夫人的位置，我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进来。知道我叫你们来干什么吗？副总，我还没准备好呢，不过倒是可以跟你尽快领证的。自己好好看看这些是什么，这都是你的罪证。这什么罪证？我那些事儿不会都被副总发现了吧？别以为你们对我老婆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就不用再来了。什么？另外，所有跟傅氏有合作的企业都会把你们列入黑名单，永不录用。副总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针对那个苏之夏的，求你饶了我吧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副总，你放过我吧，这些东西要交出去，我要坐牢啊！你放过我吧，你叫我做什么都行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我再也不敢了，副总。傅氏集团举报你偷税漏税，达到上千万元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副总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放过我吧，副总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放过我吧。怕什么？我来上班而已，总不能因为他是总裁，连工作都不要了吧？这都弄到公司来了，也太浪漫了吧！还说呢，恭喜你啊，之夏！恭喜，之夏，恭喜啊！他们是在恭喜什么呀？那么大屏表白，那也太土了！来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他就是苏之夏。他怎么可以这么土的，那么不要脸？之夏，恭喜啊！就是啊，你老公真爱你。之夏，你老公是谁啊？这秀恩爱都秀到公司来了。是我。我就是没理由的爱你，永远在一起，就算世界毁灭。是我。是副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就知道苏之夏的身份不简单，这俩人真能藏啊！之夏这么厉害？不是吧？之夏老公竟然是副总！老婆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哇！我老公是包工头代驾，怎么可能是副总呢？怎么走了呀？副总怎么办？夫人好像还没原谅你。没事，他今天都肯跟我说话了，就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哇！我们的冰山总裁实在是太好，一手大挂，我们的总裁结婚了，对象竟是不止。据观察，副总还是顶级恋爱脑。没错，我刚刚都磕疯了。什么？又一个单身总裁的陨落，我太伤心了。宝，过几天就是高中校庆了，邀请毕业的学生回去，你来不来？好啊，正好我也想我们老班了。副总，我打听到夫人要去参加校庆了。表现的机会来了，给我老婆学校捐个楼。以我老婆的名义捐。好嘞。这里啊，之夏。大变样很好，你双眼皮拉的吧？变得这么好看。
哎，你那个老公最近闹得很大，听说在复试当众跟你告白求原谅，他那么用心，你还想离婚吗？真是太让人羡慕了。我还没有原谅他呢。哎，都说追妻火葬场。再说了，像他这样的总裁啊，怎么能真的看上我啊？你说是不是？还得是我们丹丹，都毕业几年了，还是这么漂亮。哇塞，丹丹，你这是穿的 L 家的最新款吧？你穿着这个太好看了。还是你识货，这个是我最近刚买的。不还是我们丹丹家有钱，不像苏之夏那么穷酸，他估计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。有些人呀，天生就是穷苦命。也不知道当初校草是咋看上他的，明明我们丹丹才配的。之夏别听，他们就是嫉妒你。这个贱人怎么还是比我好看？当初勾引了我的唐诗哥哥，他穿的这不是……哟，苏之夏，现在都穿上千万的裙子了。上千万！天哪，苏之夏，你怎么那么装啊？还穿假货来？哼！之夏穿的才不是假货。别，怎么不是假货？这条裙子的价格可是上千万，全球就10件。他高中的时候每天可是靠着啃馒头度日的，怎么可能买得起啊？假货！你知不知道他怎么被戳穿了呀？赵丹丹，之夏那是大度，不想跟你计较那么多，你别无理取闹。唐石哥哥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呀？唐石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怎么说我们丹丹也喜欢你那么多年，可我又不喜欢他。之夏，好久不见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又替我解围了。不喜欢我，难道就只喜欢苏之夏这个死穷鬼吗？跟你们说吧，我爸呢知道我来参加校庆，前2天呢给学校捐了50万。你呢？50万，这么有钱，50万，真厉害啊！真有钱的。欢迎历届校友来母校参加50周年校庆。今天很高兴，有一个人向咱们学校捐了1栋楼，并且承诺给我们学校优秀的学生免费提供出国游学的机会。这么好啊！希望大家今天在我们学校玩得开心。哇塞，1栋楼啊！谁呀这么有钱？我们学校还有这种富豪呢。哎呀，丹丹，是你捐的吧？肯定是丹丹，那么有钱的也没几个了。丹丹真了不起，家里这么富有，以后毕业给我找个工作呀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啊，最重要的事情忘记了，今天这栋楼的捐赠人是苏之夏。之夏，肯定是你男人干的，他想让你在校庆长脸。这人真是……不可能，校长，你是不是记错名字了？没错，正是他。那肯定是有人跟他同名了，反正不可能是苏之夏。怎么不可能？她老公可是副总。怎么不可能？她老公可是副总。别说了，我还没想好我要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。什么？你结婚了？果然是穷人家的孩子早结婚，结了婚生娃，再让娃受苦，这就是你这穷人的一辈子了。穷光蛋生穷光蛋，那还是穷光蛋。天哪，苏之夏，你不会连孩子都有了吧？我的天，不会大学就辍学了吧？毕竟穷人呀，还要指望生个儿子。他爸妈不是最喜欢他哥哥了吗？说不定呀，就是把他卖给老头去生儿子，来换这彩礼钱呢。换彩礼，倒也没说错。好了，这里是校庆，不是让你们来霸凌同学的。之夏，你要不要先和我一起离开，去吃个饭？你还要跟他一块去吃饭？我待着也没意思，不如离开好了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些事儿，就先走了。
好帅啊！太帅了吧！这是我们学校哪一届的校草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帅哥，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我们赵家在海城还是有点知名度的。阿姨，您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我现在是有老婆的人。还挺手难得的。那必须的。阿姨，帅哥，苏之夏可是穷鬼，他家可有一堆长鬼家人，你可别是被他骗钱了吧？他没有钱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如果没有钱的话，这栋楼是谁捐的？可不是我捐的。我说是就是。副总，您怎么也亲自来了？有失远迎啊！副总，这就是副总，这也太恶心了。不是同名吗？说话！现在知道我们之夏老公是谁了吧？是我，会说多说。陈飞，孟小姐，这些是副总为您准备的奢侈品大全套，希望你喜欢。喜欢，太喜欢了！我梦想成真了，闺蜜成富婆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你想换老公，我肯定站你这边的。我还得谢谢你呗。客气。副总，他不会就是热搜上霸占好几天的那个富氏集团总裁吧？高调追妻求爱，还以为之夏只是跟他那个女主角同名同姓，没想到真的跟副总在一起了。老婆，刚刚这些人都谁欺负你了？没有。有，他们还有他们几个。好啊，那除了他们几个，在场各位每人送一份。谢谢副总，谢谢副总，谢谢。你别谢我，不是我送的。这礼物至少得几十万起步吧？亏大发了！早知道苏之夏那么有钱，我就不帮赵丹丹了。副总，我们错了。是啊，副总，饶了我们吧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，都是赵丹丹怂恿的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哼，见风使舵。陈飞，解决一下。是。现在可以带我逛一下你们校园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来学校参加校庆的？因为我一直在关注你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你不用着急答复我，我可以等，好吗？之夏，你真的结婚了吗？之夏，你真的结婚了吗？你眼睛是用来喘气的吗？虽然你很有钱，可是你年纪也很大，我比你年轻多了。我年纪很大吗？之夏，其实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你了，只是碍于当时咱们都是高中生，我知道你很努力兼职，也很努力学习，所以不敢随意打扰你。虽然副总很有钱，但是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了，你不是贪财的人。是啊，连同学都能看出来我不贪财，他却看不出来。之夏，就算你真的已经结婚了，我还想争取一下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好啊，你不是说你要请我吃饭吗？副总，你快放下他，他有选择的权利。站住，放下他！我就让你看看，有钱人到底有多了不起。傅泽言，是。傅泽言，安全带。你别伤害唐使，他以前对我挺好的。你还替他着想，你真想跟他一起去吃饭？在线等急，老婆移情别恋了怎么办？旧情复燃了怎么办？人家不会觉得我物质，而且不会把我当成拜金女。再说了，他比你年轻啊，老登。年轻怎么了？那个毛头小孩他懂什么？那我又没有试过，我怎么知道他不懂？
你还真想试试？副总爷，你快放我下来！你个大渣男，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不放！你个渣男，你放我下来！奶奶，你看他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耳朵不好使了。你耳朵不好使，为什么眼睛也看不见了呢？奶奶，你这是背叛！奶奶，放我下来！副总爷，你流我虽然年纪大，但其他地方也狠。你说呢？流氓！我很快就有大红孙子了。近日，富士集团总裁为交清好事千金捐股项目。贱人，他就是个贱人！凭什么他可以当副总的老婆？不是你痴心妄想，你爸怎么能进监狱？我们白家怎么会破产？妈，贱人，他就是个贱人！我明明已经顺利进入复试了，如果不是他横插一脚，我又怎么会拿不下副总？都是他勾引副总，才害得我们白家破产。如果不是你，不是因为你，我们能被赶出来，住在这么破烂的地方吗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苏之夏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上！哎呀，上！哎呀，又输了！这破马，这个狗娘养的！谁呀？不知道敲门啊？你就是苏之夏的爸爸吧？干嘛？那个赔钱货欠钱了？别来找我，我可没有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女儿嫁进豪门了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之夏嫁的是富豪？他那天嫁的那个男的居然是个富豪，这个赔钱货居然敢背着他爹想毒府！他怎么不想想自己哥哥呢？有钱了也不帮衬一。他一个人享福，留下我们一大家子在这里过苦日子，真没良心。那你们答应我的彩礼呢？我这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家的种，这肚子都冒尖了，肯定是个带把的。诗乖，这彩礼呀，老公肯定会给你哈。明天就是富士集团闹，我就不信了。那个赔钱货肯定会给钱打发我们走，闹大了，他脸上可不好看呢。对，咱们去闹，到时候拉个横幅去找他。不信了，让副总知道那个贱人有这种吸血鬼家人，让全城都知道他家居然是这样的。股票下跌了，我就不信副总还跟他在一起。等他厌弃苏之夏，我就可以悄无声息的把他。噔！老婆，午饭时间都到了，别忙了，看看我给你准备的好吃的，这些都是我亲手为你做的，吃吧。不好了，楼下有人在闹事。谁这么不懂事，敢来复试闹事，打扰我和老婆吃饭？走，下去看看。我也想下去看看。去吧，我说一下，等你回来吃。白眼狼，给我滚出来！有脸了，连爹你都不养了！工作了就不赡养我们两个老人了，还要抛下我们一大家子。哎呦，我的命啊，怎么这么苦啊？怎么会有这种女儿啊？你说说。妹妹啊，你别躲了，快出来见见我们吧。都说女儿是贴心小喵，真是头一回见这么黑心的。说不定是他们对女儿不好。他们怎么找过来了？啊，之夏，他们好像喊的是你。妹妹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们了。你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要不是上了热搜，我们都不知道你嫁了个富豪啊！他们都知道了。哎呦，之夏，
爸妈虽然是穷，是没钱，但你嫁了个有钱人，也不能忘了家呀。你可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！真可怜呀，这女的摆脱贫困了，都不想着帮扶父母一把，看着就冷血，没人性。不能给负责人惹麻烦，他们这样的掺和，只要吸上一次血，就会无穷无尽的追着咬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他知道了也好，我这样的家庭跟他根本门不当户不对。他主动提离婚，让副总掉了面子，我就不信副总还会护着他。热搜我们都看到了，你还想瞒着？你信不信老子我打死你？我看你们谁敢动我老婆！当初不是你一个一个非得逼着她嫁给劳改犯吗？他不嫌弃我吗？劳改犯，这家居然这么狠心，这好歹是自己女儿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来了也好，你现在也是我们的女婿了，该给的3金6礼一样都没有，怎么着你也得给老丈人几百万意思意思吧。好的。哎，爸，他干嘛呢？肯定是找人要钱去了。怎么说也是我女婿啊，怎么也得给老丈人点面子吧。志霞嫁得好呀，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富豪女婿了。副总，爸，怎么来警察了？就是他们几个闹事、敲诈勒索、意欲卖女求财，该好好管管了。带他们回警局喝茶。是。女婿，你不能这么对我们呐！妹夫，我怎么着也是你老丈人，你就出手！走走。另外，我不希望今天的事有人传出去。你们最好懂事点。刚才拍照的、录像的，知道怎么做吧？但凡传出去，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好的，我们保证杀猪不外传。走。刚才我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听到了，但我不想离婚。就算你知道我的家庭很不堪，我也配不上你，你也不愿意离婚吗？老婆，之前欺骗你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现在既然你知道我是富氏集团的总裁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总裁是如何处理问题的。你的那些昌鬼家人，我一个电话就能搞定。如果你现在想去巴厘岛看星星，今晚就能到。但是，如果我的爱人离开我，我会疯的。你能不能留在我身边，陪着我？副总居然没有厌弃他，我只需要他身败名裂被厌弃，我就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。既然你们无法分开，苏之夏，那你就去死吧！喂，奶奶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跟之夏复合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把婚礼筹备起来，不能让孙媳妇再跑了。哎，对，我一定要给她一个世纪婚礼。首先奶奶，我得先干什么？傻小子，你先去订。老公，我晚上约了可云逛街，就先不回家陪你吃饭了啊。老公救我！白一佳，是你？你帮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如果不是你勾引副总，我们白家就不会破产，我爸也不会进监狱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副总他喜欢谁是他的自由，他就是喜欢我。至于你爸，他进监狱是他贪污，他偷税漏税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脑子有病吧？如果不是你挡在我的面前，事情根本就不会这样。
如果是我跟副总结婚，副总就会宠着我，我们大家就会没事了呀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约的5点半，怎么还没来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那不是副总一直带在身边的帅哥吗？帅哥，哎，小美女，之夏还在公司加班吗？夫人不是早就下班回家了吗？我跟他约的5点半，到现在了还没有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什么？夫人失踪了！副总，我碰见夫人闺蜜了，夫人好像下班之后就失踪了。失踪？快，立刻查一下之夏的定位在哪里。夫人在城郊废弃工厂。之夏，一定要等我。你绑了我有什么用呢？我要你死啊！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要你身败名裂！你已经疯了！你以为你杀了我，他就会放过你吗？只要你死了，不就没有人知道了吗？我不只要你死，我还要做你的替身，我整容做副总夫人。你真以为你能做到万无一失？你别冲动，苏之夏，我杀了你！老公救我！之夏，之夏，之夏，副总，白一翔，你放了他。可是已经被副总知道了，我还有什么活路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去拦住他！给你！既然我已经当不成总裁夫人，那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之夏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完了，真完了！把他们抓起来！快点！没事吧？疼不疼？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快去叫救护车！啊！把他们都给我带进警局，该罚的罚，该判的判。至于他，杀人未遂，请个最好的律师判最重的罪。是，再走。是。苏之夏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你这个贱人，为什么不去死啊你？白一家，如果你不作恶，怎么会有如此的下场？你，这不是我干的，副总，副总，你饶了他吧，这是他指使的，副总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还能不能动？救护车怎么还不来？就快了，夫人。老婆，我好疼，需要老婆的亲亲才能好。你就知道皮。老婆，我感觉有点晕。啊，老公，快叫救护车！哎呀，好疼啊，老婆。住院1周就可以出去了，伤的不重，就是失血多了些，再加上他有些低血糖才会晕的。怎么就不重了？我哪都疼。老婆，我好疼啊。那医生，你要不再给他开点止痛药？哎，不用了，老婆，你关心我，我就已经好多了。装货绿茶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还替我挨了一刀，一个不小心命都没了。因为你是我老婆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我啥也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是啊，之夏，副总，恭喜你啊！你今天真漂亮，我磕的 CP 终于成真了。谢谢。终于啊，知道副总的喜糖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没指望了呢。
总监你懂我，副总有老婆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你个大男人哭什么？我们家之夏都没哭。这怎么能一样？我这是感动。小夏，我是娘家人，今天坐你旁边哦。好，坐我旁边。不管以后啊，什么娘家婆家，以后之夏和我们是一家的。老婆说的全对。没错，没错，一家的啊。好，奶奶、妈、爸。哎，对，就这样叫。以后想要什么就买，别给妈省钱。要奶奶的，奶奶钱多。以后那个臭小子要是对你不好，咱就把他扔了，给你换个新老公。老婆，我才不会让你有换老公的机会的。一双起心动的铃就响个不停，